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3月12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1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175.44， 收盘价是 177.77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82.87， 最低价是在 174.80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，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8521.36 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成交量平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变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下行走势开始减弱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等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短期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3月1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后的横盘中。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 K 线这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是量平。那出现止跌信号 K 线之后，如果股价日后不能站上这根止跌信号 K 线最高，也就是183，那么股价是很有可能继续开启一波新的下行走势。因为我们会看到这样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是含有长的上影线，这说明上方的压力是很大的，也就是股价在出现反弹后会有这个一个是获利出场，还有一个就是逢高出场的这么样一个市场情绪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股价一旦在日后是低开低走，收盘价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74附近，那么股价将会开启新的一波下行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补量的下跌，收盘价分别是在174，另外一个点位是收盘价在170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收盘价会在177附近。实际在3月1日收盘价是在177.77，出现了横盘向上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上，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并且在盘中的走势还有收盘价的位置，也就是收盘价的性质也是基本相同的，也就是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这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3月1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的目标不变，依然是上方的206。那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我们说股价首先要出现反弹，而股价继续反弹的这个标志就是要站上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高，现在是在183。如果站上它，那么上方的压力将是缺口，还有是20均线值。那么我们说只有股价突破，也就是站上这个重要标志，然后能够突破这些压力，那股价才有可能会到达206。那如果能够到达206我们会看到将会瓦解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这个叫做空头趋势。对，好，那么继续向上的目标将是265，还有就是300关口。
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的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当然就是目前横盘这个位置的前低，也就是3月7日这根 K 线最低，我们取整数是在174附近。跌破这个位置我们会看到继续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这样一个空头趋势继续出现低底低。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之后呢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52，跌破152就是收复自2023年4月我们会看到是4月28日附近的这一波的涨幅。然后在跌破152之后呢，我们会看到目标一定是这个102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股价日后上行和下行的一个说明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在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，在3月12日盘中我们要给的观察位呢是在178附近。178呀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。对，好，我们之前的观察线是在174，也就是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不跌破这个位置，股价会反弹。这是之前的观察位。好，我们来选择这条线到178。好，那么178我们说是5日均线值的上限。5日均线值呢，在3月12日我们测算是在176到178之间。那这个位置实际上将会成为股价的压力或者说是支撑。我们说如果股价是高开盘，这个位置是5日均线值，很容易成为支撑，再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呢，股价会有继续反弹的可能。但是如果是低开盘，这个位置将会成为压力，那么股价再有空头力量的进入呢，股价将会是一个下行。对，所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178，也就是如果股价能够一直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的。当然反之，那么股价将会出现下行，或者说是在目前这个股价位置继续横盘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观察位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看前一周新生成的这根 K 线，也就是在3月4日当周 K 线图当中新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实体长红 K 线。然后我们会看到成交量增，那股价在反弹后之后没有站上这根，也就是1月22日当周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18这个位置。反弹没有到达这个位置，然后呢出现了一个反转向下，而且这跟实体长红 K 线就是收盘价是跌破了前面这个反弹的这几根 K 线合并之后的实体部分的下沿，也就是在184，也就是跌破了这个位置。那唯一比较利好的，也不叫利好吧，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个指标，就是它的收盘价是在175.34，而前面的最低是在175.01，也就是收盘没有跌破前低。对，但是成交量增，那么在接下来一根 K 线，我们认为是很容易继续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。对，或者说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前一周 K 线信息的解读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。对，
那我们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对3月4日当周的周 K 线图的预测啊，说出现下行会收盘在185，对，实际是收在了175附近。那我们再来看看3月11日当周我们给出周 K 线图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哈。那如果继续下行，我们认为将会股价在3月11日当周下行的目标就是166。对，我们认为会收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如果股价出现反弹呢，我们认为上方股价会收在185附近。对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就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实体部分的下沿是175。也就是股价如果能够在175上方运行啊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85附近。但是如果是在盘中，也就是在周中，股价一直是在175下方运行的，那么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收低，收在166附近。那我们会看到周一开盘，这是周一开盘之后的一个结果。那么股价呢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，对。那我们继续观察，在周中股价，我们看看是否能够在175上方运行，而收在185附近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说。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呢，我们说股价没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虽然生成了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但成交量是量平，所以在这个位置多头是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，因为在这个地方一旦出现低开盘，是很容易出现一根下跌的 K 线的，对，所以呢，目前多头是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的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呢，目前的目标就是174和下方的我们说是152，对，这是它空头的2个目标。那么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呢，我们认为就是这个重要的标志是183，对，还有就是5日均线值是在178和183，目前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实际上这2个位置也是强压力，如果股价能够日后收盘价能够站上这2个位置啊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出现向上的反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3月1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，我们会看到是178 5日均线值的上限，然后第2个压力位是前高183，第3个压力位呢，我们给出是这个缺口的上沿在186附近，同时它也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。然后第4个压力位是191，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，我们依然使用5日均线值，是从176到178之间。第2个支撑是174，第3个支撑是165，对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第4个支撑呢，165我们会看到也是在下方这个缺口附近哈，然后第4个支撑是152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3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会出现反弹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8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85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会就是说会回补一部分缺口，然后呢收盘价会收在182附近，
对，也就是在前低的下方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呢，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行，如果出现下行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78。最低下方会到达169，然后呢，收盘会收在172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3月1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